今天要和你分享如何制作浸泡油。浸泡油的用处有非常多，可以把它做成药膏、护唇膏、body scrub、护肤乳、护肤油或是按摩油。像是老人家经常会有肌肉酸痛或是关节酸痛的问题，他们经常会在家里用手或是刮痧板去做按摩。那这时你可以用晒干的姜片或是姜粉，把它制作成生姜浸泡油，让他们在按摩的时候搭配使用，可以同时护肤、祛风和活络血脉。说着说着，我也想要做一瓶来用用啊！经常在电脑面前工作啊，会有颈肩酸痛的问题啊。那浸泡油还可以做一样东西，也就是我们频道里最常分享的主题——手工皂。无论是冷制皂、热制皂还是液体皂，都可以使用浸泡油。那今天我会和你分享3种不同的浸泡油方法，而且我还为你整合了最齐全的 Q&A。如果你有持续在做手工皂或是其他的药膏、护唇膏、护肤乳等等之类的手作品，那我强烈建议你要详细的把这个影片看完，而且要把每个重点记下来，因为你一定会制作浸泡油，所以你一定会需要这个影片，而且浸泡油真的很好用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une， 欢迎你回到 Soul of the Day， 让我和你一起开心打造。那我们马上进入主题，接下来我会分成3个部分和你讲解。第一个部分是3种的浸泡法，第二个部分就是 Q&A， 而第3个部分是一些使用的知识点。那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部分，3种浸泡法分别是冷浸泡法、热水浸泡法，还有热油萃取法。第一种冷浸泡法也是最常见的方法，就是把干燥的植物或是植物粉放入容器里，然后再倒入油，这样就完成啦。那至于浸泡油的比例和时间，这些所有的问题，我待会都会一个一个和你讲解。第二，热水浸泡法。那热水浸泡法又分为2种做法。第一，先把你的自来水拿去加热，然后把你的火炉或是电磁炉转去最小火，然后把你这个浸泡油放在这个低温的热水里去煮。那第二个做法就是把你的自来水直接煮到沸腾，沸腾以后你把它关火，然后再把你的浸泡油浸泡在热水里。1个小时以后，你可以回来检查，这时你的自来水会降温到可能剩下30-40度吧。那这时你可以把这个浸泡油拿出来，再次把这个自来水加热到沸腾，然后关火，再把这个浸泡油放回去浸泡在热水里。第3，热油萃取法，可以把你的油倒入锅里，那你可以用大的锅或是小的锅都可以，看你要做的量有多少。那把油倒进去以后，你把它加热，温度大约在60到70度之间就足够了，其实不需要太热哦。那加热以后，你就可以把你的干燥的植物倒入油里，然后去煮。那如果说你是用火炉，那你就开去最小火。如果你是用电磁炉的话，电磁炉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，有一些是分档数的，那你就可以把它开到1档、2档或3档。那有一些电磁炉呢，你是可以调整度数的，就是它有数字在上面，这个呢就比较方便，你就把它的度数调整去50度、60度都可以，那就让它在这个恒温里面去煮。煮好之后呢，就把它倒出来放在密封罐里。以上就是3种不同的浸泡法和萃取法。那我知道你看到这里内心已经产生好几个疑问了，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会和你分享8个 Q&A。第一，植物和油的比例是多少？当你在测量使用比例的时候，你可以使用2种方法。第一就是体积比，第2就是使用秤来量重量。那我会和大家示范一下什么叫做体积比。那当你采用体积比的时候，你只需要目测就行了，不需要去量它的重量。那体积比的话，你可以采用1:3或是1:2的这个比例。那大家看哦，现在呢，这个薰衣草已经占了这个瓶子的1/3，然后你只要把油加满就行了。这个比例就是1:3， 1份的植物，然后3份的油。那如果你想要它更加的浓郁，你可以使用1:2的方法。那这个就是1:2的分量，它占了这个瓶子的1半，然后你只要把油加满，那就是1:2。那还有一个方法哦，其实那就是把植物直接加到8分满。那现在你看到哦，植物已经是8分满，那现在你只需要把油加满就行了。那当我使用体积比较大的植物来做浸泡油的时候，我是习惯使用目测法，因为这样做起来呢是比较方便的，就像是紫草根金盏花。那如果说我是用植物粉，用它们来做浸泡油的时候，我就会使用秤来量重量。
那当我使用植物粉来做浸泡油的时候，我一般会使用的比例是1:5或是1:10，这是我个人的习惯。1:5的意思就是1份植物粉和5份的油。例如说这里有100克的植物粉，那我把它倒入容器以后，我就添加500克的油。那如果说我要做1:10的话，就是100克的植物粉，然后放1000克的油，这个就是1:10。那如果说你觉得1:5的这个比例太浓郁了，1:10又有点太淡了，那你可以自行调整这个比例，去1:7、1:8都可以。其实制作浸泡油这个比例啊，是可以自行调整的，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。那大家只要记住，你使用的植物分量越多，油的分量越少，那你做出来的浸泡油就越浓郁，无论是它的颜色、气味，还是它的有效性成分，都会更加的浓郁。那如果说你使用的这个植物分量很少，油量却很多，那它的有效性成分、颜色和气味就会很淡。那还有一个方法让你的浸泡油更加的浓郁，那就是更换你的植物。像这个紫草浸泡油，如果我在浸泡1个月以后，我对于它的颜色还是不够满意，那这时我可以打开，把它里面的紫草拿出来，然后换一批新的紫草进去，让它继续浸泡。油呢就不需要更换了，只需要更换植物就行。那让它继续浸泡1个月。那如果说1个月以后你依然不满意这个颜色，你可以再更换第3次，就更换到你高兴为止。第二，要浸泡多长时间？如果你使用的是冷浸泡法，那我会建议你至少要浸泡2周以上再使用。那如果说你不着急使用的话，最好是浸泡2个月以上再使用。那你刚开始浸泡的时候，头2个星期你要每天去摇晃它，这样倒转来摇晃它。所以你要确保你使用的罐子啊是密封的，是防漏的。那2周以后就不需要每天去摇晃了，就放着让它浸泡就行了。那如果你是使用热水浸泡法或是热油萃取法，那这个油你可以在当天就使用，或是第2天就使用。因为当你把这个油放在热水里浸泡，或是用热油去煮它的时候，这个温度啊会把植物里的有效性成分和色素逼出来，所以呢你可以马上使用。像是冷浸泡法，因为是用室温的油去浸泡，所以它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把它的有效性成分和颜色释放出来。那热水浸泡法最短的时间你可以浸泡在热水里30分钟，最长的话你可以把它延长到8个小时。那热油萃取法的话，最短的时间你可以煮1个小时，长的话你可以把它延长到8个小时。那这个热水的浸泡时间长短，还有热萃油的时间长短，到底有什么区别呢？那如果你认为这个浸泡油放在热水里浸泡1个小时出来的效果已经是很满意了，那你就可以停止。或者是你是用热萃油的方法，只要热萃1个小时，你这个出来的效果你已经满意了，那你就可以停止。那如果你认为这个颜色是还不满意的，那你就延长这个浸泡的时间，或是延长这个热萃的时间。第3，要如何保存浸泡油？把它放在阴暗干燥的地方，不要让太阳直接照射到，不然的话油会很快氧化。也要避开潮湿的地方，不然的话它会很快发霉。第4，浸泡油的保质期多长？以你的油品保质期为标准。如果说你购买一瓶全新的油回来做浸泡油，那你这瓶油的保质期是2年，那你的浸泡油的保质期就是2年。第5，哪些油品适合制作浸泡油？我会建议大家选用一些比较稳定耐放的油品来制作浸泡油，例如橄榄油、山茶花油、甜杏仁油、酪梨油和荷巴油。那容易氧化的油是不是就完全不能用来制作浸泡油呢？那这时就要看你是想要做些什么。如果你是想要做按摩油、护肤油，其实我个人是很喜欢用葡萄籽油来做护肤油的，因为它非常的清爽，非常的有很好的亲肤性，非常的好用。那我一般会使用这样子小小的一个瓶子浸泡30克或50克，用完就算了。那我一般做护肤油就是这样子一小瓶，30克或50克就可以用很久了，很好用那如果说你有兴趣知道如何制作护肤油的话，那可以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我下次和大家分享。第6，如何避免浸泡油发霉？一定要用干燥的植物，新鲜的植物是不可以用来制作浸泡油的，因为它的水分会让浸泡油发霉。容器也是非常重要要确保你的容器有清洗干净，用热水或是酒精去消毒。
而且要确保你在使用前呢，里面是完全没有水分的，包括这个盖子里面呢，这里也是没有水分的，你才可以用来制作浸泡油。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的油一定要淹盖过你的植物，比你的植物超出1-2寸都可以，也就是2个 cm 到3个 cm 都可以。因为如果说你用的油量太少，你的植物露出来接触到空气，它会很容易发霉。第7，如何过滤植物的渣？你可以使用纱布、豆浆过滤布、cheesecloth 或者是coffee filter 去过滤这个渣。那第2个方法就是你在制作浸泡油之前，先把你的干燥植物放入布袋里，然后再把这个布袋放入罐子里，才添加油。那当你要使用的时候，只要把这个布袋拿出来丢掉就行了。那如果说你是制作植物粉的话，你可以去购买那个空的茶袋，Daiso 应该就有的卖呀，那种空的茶包。茶的袋子，然后你把这个粉装进这个袋子里面，把它密封。你要确保这个袋子是可以密封的哦，那不然的话你放进去浸泡，那个粉又飘出来那就没有用了。那如果这个方法的话呢，你过后当使用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做一次过滤。第8，使用浸泡油制作手工皂会加速皂化吗？会，因为食物在浸泡过程中会释放它的有效性成分，而这些有效性成分就会导致肥皂加速皂化。那也要看你使用什么油品来制作浸泡油。假设说一个是纯橄榄油，一个是初榨橄榄油，那纯橄榄油呢，它加速皂化的程度就会没有那么严重，而初榨橄榄油做出来的浸泡油，它的加速皂化程度就会比较严重，因为一个是精制过的油，而一个是未精制的油。那接下来再和大家分享5个实用的知识点。第1，你可以使用浸泡油来调色，例如好像青黛粉大黄粉，你可以用1:2的比例去做浸泡这样子1小瓶，然后用这个油来做调色。那为什么是1:2呢？因为既然我们是要用来调色，那我们的颜色必须要够浓郁，所以呢，我会使用1:2的比例去做这个调配。第2，当你做浸泡油的时候，你可以做一些适当的搭配，例如迷迭香搭配山草花油，因为山草花油是一个很好的护发油，而迷迭香呢就有帮助血液循环和促进长发的一个功效。那它搭配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就很适合用来制作洗发皂。第3，方便取名字。如果这个肥皂是用紫草跟浸泡油制作的，那你就取名为紫草皂。如果说这个肥皂是用玫瑰花浸泡橄榄油，你就帮它取名为玫瑰花皂。光听名字就有一种高级感，好像是特别为贵妇而设的。第4，不要做太多，这是真的，新手很容易就会忍不住做太多。第5，当你使用汤匙或是大的汤勺去拿这个浸泡油的时候，一定要确保它们有事先清洗干净和消毒，可以用热水或是酒精去消毒。然后好像这个大的汤勺它后面就会有一些缝隙，这些缝隙的地方也要确保你有用纸巾把它擦得很干净，完全没有水分以后，你才去拿你的浸泡油。这样呢，你的浸泡油就会非常的耐放。那我接下来的影片会经常用到浸泡油，所以今天就特意制作这个影片，先给大家做一个铺垫，给大家有一个基础的了解。希望我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。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分享，请顺手给我点个赞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和打开小铃铛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个影片见。